你唯一要做的就是支持国家队，需要你的支持。欢迎来到 Zone with 猫，我是 S。在这一阵子没有更新，应该快2个月了吧？就是最近都在找一个怎样讲，是一个好的平衡点去做这个 podcast。相比去年，可能今年会比较 pack 一点，稍后我会提到。但在这之前，我在录这个 podcast 之前的前一天是9月2号嘛，然后就有听2个 podcast， 一个叫 Wakanda Play One， 一个叫篮球乌托邦。如果有听 podcast 的球迷朋友的话，或者是有关注台篮的话，或者是关注 NBA 的话，应该对这2个 podcast 不是那么的陌生啊。OK，so 我先讲 Wakanda Play One 好了，就是Wakanda Play One 里面有后撤步吧，有Thousand， 然后最近有加老王嘛，就是北加州的那个老王嘛，就是各位有关注 Kings 的话，这个球队。然后重点是在于其中一个主持人就是 Thousand， 然后 Thousand 他基本上跟我的处境是蛮像的。OK， 为什么这样子讲？就是简单来介绍一下他，就是他是一名在梦想家里面的一个就是球队，就台篮的那个球队 TVBL 球队梦想家的里面的一个我忘记是职员还是助理教练的一个角色。然后在这一次的亚洲杯中华队也是有担任一份要职，这样子就有参与其中啦。OK， 然后他就有提到，就是他觉得有时候他要从篮球里面抽离出来，就是一整天或者是24/7，就是 always focus on basketball 这件事情，就是他觉得有一点点的 pack， 或者是就是我感觉到就是他觉得有点 pack， 就是什么都是篮球，然后他想要focus on more families， 还有他的朋友这样子。我觉得这个东西跟我很像，我就在提之前我在讲另外一个篮球乌托邦的宽。OK， 篮球乌托邦的宽，基本上如果有关注台篮的话，就会联想到小胡和 GM 嘛，对不对？就是他们3个有时候会一直拍影片之类的东西。但同时也是 Plus League 里面的那个Operation，so 他也是一样，就是再加上原本的生活就是一直想要关注这 social media。然后他就有一个方法，就是他想要，就是每一年都会有一个时间，就是7-8月的时间，就是会 detox， 就是会排毒，就是关掉 social media， 什么都不做这样子啊 ，which is very very good。然后这2个为什么我会提到的点，是因为跟我的处境其实有一点相似。今年的最大的不一样，就是除了我要经营马兰杂谈之外。IG 啊 Facebook 啊小红书啊，然后还有 YouTube 之外，其实还有一个东西就是因为今年其实是正确来讲是去年的12月份的时候，是接任了马巴 Social Media 的其中一个就是加入了里面那个小团队这样子。然后马巴 Social Media 老实讲，它不是一个简单的任务，因为如果你今天是球队的 Social Media 的话，你只要管。假设你是南湖的，你就要管理南湖的罢了嘛，对不对？然后最多也是管一些 ROFO 的篮球这样子。但马巴手势迷的有点像是越级在打怪的样子，就是你不但要管着的是也不是管啦，就是你要 cover 的东西是男子的5人，女子的5人，然后3人，男子女子的3人，然后 U16， 因为今年是 U16， 明年是 U18 嘛，然后你还要去 cover 一些。全国赛就可能是 U15、U17 马巴 Cup， 然后还有全国赛的阿公 Cup 嘛，对不对？虽然讲今年没有，明年1月就会有。然后还要就是cover 这可能是蓝总最近的一些动态啊，或者是甚至一些资讯要 update 在可能是网站啊，可能是 social media 这样子的东西。然后甚至你还是要去 follow up， 可能是接下来像今年我们9月多会有U16的女子亚洲杯吧，就是因为。要承办，然后作为一个东道主的话，也是要去做一些等等的内容啊。就是我要表达的意思就是他的那个工作的范围是五花八门的，是很多类的。然后我觉得在今年这一份工作给我占用的时间，我觉得1到10的话大概8左右，所以我觉得这个原因就促使到我是自己是必须要应该说是不能把全部东西都抓着。
所以就是要开始放掉一些东西，或者是暂时先放掉，要 sacrifice 一些东西。很明显的，我的身体告诉我，就是我的 podcast 的那个方面，就是你不能你还是可以更新，但你不能就是一直在 hold 着所谓的周更，你所谓的频繁的更新，或者是你要求品质很好这件事情这个东西我觉得是对我来讲是蛮大挑战的。这一次录的东西的时候，我觉得录 podcast 对我来讲有点像是拿着一面镜子照着我自己，然后不管是要面对自己的不好，或者是看着嘉宾，然后你要看自己的表现。其实我觉得录 podcast 都会多多少少修正我的讲话的方式，或者是一些的可能是字连在一起，就是以前都会提到的东西。So大概就是为什么我会少更新的原因哦。所以我就稍微总结一下，就是我觉得在录 podcast 的人，多数要么你是从业者，就是你在篮球圈就是有在这个圈子工作赚钱的，然后或者是你真的是很高度的需要花时间在这一个运动产业上面的话，我觉得适当的把自己抽离，或者是可能放假1个礼拜或者是1个小时那种东西，我觉得都是一个很好的东西，确实应该要抽离，要适当的抽离这个事情。然后如果再回来的话，你就会看到更不一样的东西。就好像我最近在看到一些可能跑步的东西或者是看到一些羽毛球的东西，甚至是还可以看到分门别类吧，竞技这些东西，就是完全是没有碰到篮球这一块东西所以。可能在外面碰了一个新的东西的时候，你暂时抽离了，你再回来可能会有新的动力，你说不定嘛，对不对？我觉得我这个过程就是已经在尝试在调试，而且一定是往好的方向走。我觉得会是不管是听到这个 podcast 的你们，或者是我在当下录我自己，我觉得大家就是适当的抽离是最好的事情，然后再回来就会有更好的能量咯。OK， 好，简单来讲，我们现在是正处于9月2号、9月3号嘛，就是这几天的9月期间，9月头，我们现在其实正在最重要的比赛，目前为止就是我们 FIBA U16 男子的亚洲杯。OK， 每一年都会有一个青少年的国际赛，就是 U16 或者是 U18。OK。然后5人赛的青年赛、青少年的比赛，目前为止我们马来西亚打了3场的小组赛，我们被分到的是超级死亡小组 ，OK， 就是中国、韩国跟蒙古嘛，对不对？然后中国、韩国、蒙古在 Group C， 然后我们打完了，我们截止在今天9月3号12点06分，其实我们已经打完了小组赛，然后我们要进入8强的资格赛。简单来说，就是我们进入到12强了。OK， 我们至少是第12名。但我这个想法其实不应该讲我们至少第12名，而应该是我们接下来也要冲第8，就是前8强嘛，对不对？简单来讲，跟各位稍微 update 一下成绩，就是目前为止我们打第一场韩国的时候是70比123被打到屁股尿流然后打中国是44比100，也是被打到屁股尿流。然后在第3场的时候，我觉得我们调试的非常非常的不错。我们对蒙古的时候，我们是以79比57赢下了胜利，也获得小组赛第3名。这是我为什么会获得 qualification to quarterfinals， 就是我们12强要进入到8强的这个节奏。我们会对上伊朗，然后9月4号会在7点钟的晚上会打比赛。OK， 简单来稍稍 recap 一下我们第一场韩国我们发生了什么事情，为什么会输的那么多？其实我们第一节就崩盘了。OK， 我们第一节就崩盘了。我们大概在第一节的时候，我们是被打到41比16的第一节，所以就基本上我们可以说是球员们有一点被打懵的状态。然后李信展教练，其实各位有听 FIBA 的那个直播，其实有听到，就是他就讲。只有 Mikel 和 Lucas 敢切，所以就是面对这种强队或者是亚洲的强权的时候，一个非常果断跟执行力很好的一个球员，在逆境中的时候是非常非常好的。尤其你可以看到 Mikel 也是单场上双，然后Lucas 凯鹏也是获得了22分，然后外加5颗3分。
论这个节奏来说的话，虽然讲我们是70-123来讲，我们70分来讲世界拿完，其实我觉得在得分上面我们表现并没有到太差。我觉得更大的问题就是我们原本的防守。当然，我们在这之前，我必须先讲哦，我们中国、韩国跟蒙古的静态天赋是完全比我们好的，完完全全，这个东西是毋庸置疑的。OK，但我们面对韩国的时候，我们的防守其实绝大多数，我必须要说的是，就是韩国的，其实我们的防守不断的是让他们有外线投篮机会，然后还有很多底角，就是给他们训到在底角是超级大空档的机会也有，就变成是我们来不及 close out，然后就让韩国就是完完全全展现他们原本韩国的球风，就是大量的三分外线的跳投，然后在禁区的得分，完全是一模一样，刻画出他们KBL 的表现，就是 KBL 的那些大的球员的一个缩影。韩国老实说，他们的外线我没有记错的话，们应该是有8颗外线的投进的记录，然后其中韩国34号的 Park Byung-Yun，OK， 如果有念错的话，麻烦跟我讲一下。还有6号的 Lee Seung-Hyun， 这2个球员，甚至还有30号的 Park Tae-jun， 获得单场10个助攻，这几个我觉得是蛮 key 的球员，就是促使到他们整队可以拿到123分的那么高分的一个原因。然后他们投篮的分布基本上跟不管是韩国，不管是中国，或者是我们讲蒙古都好，就是他们有一个很类似的投篮分布，就是或者是讲我们纵观我们这个小组上面，他们的投篮分布都是很类似的，就是现代篮球的分布，就是你的得分、你的出手都是在禁区，还有在外围的3分啊，就是中距离几乎就是可能100颗里面大概就是那3颗、2颗。大概这样子的概念，就是他们出手的机会在中距离上面就是非常非常的少的。然后韩国和中国的禁区的常人都是非常非常高，甚至可以看到亚洲杯的那个 IG 上面还有一个单手灌篮的那个嘛，就是完全就是 damn 那个是16岁的天赋嘛。原来中国的距离就是我们目前只能在后视镜里度过而已。OK，so 既然提到中国其实我们那时对到中国的时候是44-100，是我们3场里面表现是最不好的，没有人得分上双，只有2个还是3位的球员没有记错的话是只有获得8分而已。基本上一样的投篮的 shot chart 的分布，甚至他们在上半场的时候，我们好像感觉貌似 OK 有一点限制他们，但在后面的时候下半场。他们感觉就是不演了 ，OK， 然后直接把他们的团队外线一次过拉到团队外线的13颗的外线，40.68% 的外围命中率，然后更不用讲，就是他们14号的章子怡真的是很强，就是真的这一批中国如果认真培养，就是亚洲杯接下来过几年，或者是若干，或者是5-6年后就可以拿到亚洲杯的这个宝座，因为。我们看之前的成人的亚洲杯就好，就是差1分就赢了嘛，对不对？差1分差2分就赢了嘛。然后你就可以看到的是20岁的王俊杰真的是表现得非常非常的好，那么的稳定，这个是20岁表现出来的人，非常非常的让人惊艳啦。然后再提到让人家比较开心的蒙古 ，OK， 蒙古我们目前。昨天我觉得用的最好执行最好的方式，不是什么进攻得分的东西，而是我们221的全场盯防得非常非常的好。然后基本上蒙古他们的教练知道我们要用221的全场盯防，但没有一个办法是很好的破掉，所以这也是促使为什么 Jeremy 会获得23分9次的抄截，那9次的抄截是。全队22次抄截的，大概占了我快 50% 以上 ，OK， 快 50%。Jeremy 作为221的1，其实基本上他就是在抄了过后，球就是很多的，你会看到我们很多的大范围的传嘛，就是抄了过后就找 Jeremy， 抄了过后就找 Jeremy， 因为 Jeremy 在快攻的得分的方式的把握度是最高的，所以再配上他的臂展的话，我觉得是在221的这个防守阵容上面是做的最好的一位。OK， 然后你可以看到，就是在最前面的方式，你就会看到，就是要么是楚怀和凯鹏，不然就是冠毅和凯鹏，就是这2名后卫都会在前面，或者是体能上面最好的，就是在第一线如果过掉的话，
他们就会可能蒙古会把球运到可能是半场或者是传到半场的边线的中间做一个90度的时候，凯鹏就会迅速过来做一个夹击，然后通常成功的概率都会到50%到68%以上，所以我觉得就是每2-3次就会成功到1次啊，所以我觉得都防得蛮好的。然后也转换不少分数，我记得我们快攻的分数已经来到38分，对方只有不到10分呀，所以我觉得就是大家都在第3场都完全的有做到很好。然后还有一个点就是在蒙古在轮转的时候，在半场做阵地战的 swing 的时候，传球基本上应该不到5次让他们成功有一个空档的 wide open， 因为我们的每一个球员基本上甚至是哨者、法甘，然后他们都会有show 出来，然后甚至是去 close out， 基本上一拿球过后的不到1秒就会有一位球员在那边进行 close out 防守，我觉得蛮不错的，就是相比 CBA Qualifiers 的时候，他们的防守就更积极了一点点，而且你要知道，蒙古是我们连续打3天的第3场，所以以这样子的反应的话，我觉得球员的进步是非常非常大的呀。So 我觉得就是这一批16岁，如果你是想要把它运到接下来的18岁的话，我觉得有机会，但我觉得就是球员们的身体就是要再更强壮一点，因为基本上我们讲最高的哨者或者是法甘就好，就是法甘的身体是有，但你看这身高的话，或者是跟中国啊、韩国啊去比较啊，还是会有一个距离在那边。然后甚至是同高的话，你做对位想要做 low post 去打的话，也没有办法，因为就是你装不进去。基本上我们都遇到这个问题啊，就不是中锋、前锋跟后卫这几个位置都如果你想身体去碰撞的话，还是一个距离，就是跟亚洲强权的比较的话，但我必须称赞的就是米凯就是能就是自己可以创造和得分，我觉得是不错的事情啊，就是你会把球给米凯，然后逐渐放心，没有到马上放心，而是你逐渐放心，就是他可以做到一些东西出来给你。卢克斯戴凯鹏的话，我觉得是作为我没有记错的话，他是在Johor的巴杜巴哈的吧，就是布迪曼切加斯的球队。OK， 老周教练就是最近就是在那个 Asian School Games 的那个总教练，那个时候就看他就是从小然后慢慢就长大，然后现在在第1场的时候对上韩国的时候的3分命中率也是蛮高的，就获得9投5中嘛。然后他整体目前3场的平均的3分命中率大概是4成2，其实蛮高的。OK， 他也很敢投，然后也很敢去做切入，所以也是没有错的话，应该是也是整支球队里面体能数1数2的球员。所以基本上你可以看到凯鹏他的整体的表现，就是论防守来讲的话，他的整体的那个体能上面的帮助啊，或者是你让他放在场上的话，其实你没有要他一直得分的话，他的防守是可以一直给你的。So 大概是这样子，整个的U16亚洲杯大概是这样子，而且我们接下来亚洲杯在4号，也就是明天会对上伊朗。我们对上伊朗的时候，我们对上伊朗，其实之前我们也输了蛮多分的，就是从我没有记错，2009年输了40分，然后2013年，然后我们输了快30几分吧，有逐渐进步的迹象，但这次我们就看有没有再更加进步一点的，还是伊朗的这次的整体表现有没有获得不一样的反应，这个是我们很难知道，这种打过才知道嘛，对不对？然后我们打完了之后也会有名次赛，所以我们接下来就继续支持。然后还有在女子的亚洲杯也是很快就要打了，就会在13号到19号到圣人班那边，所以我觉得就连我们的男子都受到那么多关注的情况之下，我们女子应该也要获得一样的关注咯。然后大概还有的东西就是3人赛 ，OK， 如果我看到 IG 的话，就是我们目前男子或女子的3人赛都会有陆陆续续的进行，包括了绍兴的 Light Quest， 包括了 Penang 的 Light Quest， 包括了一些可能是在国外的，可能我们 U17 的3人赛球员就要去打 CBA 的，在新加坡 CBA 的 U17 的3人赛，所以其实陆陆续续都会有很多的比赛进行，然后大概就是这样子的节奏，没有停下，一整年的比赛到 SEA Games 都会一直在打，
所以一切都是为了一个可能说是更好的马来西亚篮球吧，大概就这样子。你唯一要做的就是支持国家队，需要你的支持。久违的回来的路的那一集，我希望可以稳定的更新，就这样子，拜拜。